中国6代机具体什么样？开发进度和技术是否真的落后美国？对比双发部分计划，美媒却改口称双方理念不同，不好比较。美国国家利益此前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其中就把中国和美国的第6代战机的部分概念或者说计划拿出来比较了一番，然后就改口表示，关于中国6代机的技术是否落后美国几年这个问题，或许很难得出答案，因为双方理念不同，不好做比较。这回美国还真是令人一言难尽。早前美国在面对中国研制成功的各项先进技术的时候，不是说中国用了美国的技术，就是说美国技术比中国更先进。在6代机很多消息透露出来前，美国也曾表示过中国技术不如美国多矣，结果呢？现在却直接改口。其实目前关于中国6代机使用的技术信息特别少，保密措施做的是相当到位。不过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，中国6代机还是有一些消息透露了出来。像是前不久成飞的总设计师王海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，中国6代机会有综合的航天系统，具有全方位探测能力，同时飞行速度最高可以达到3马赫，隐身能力也更加优秀。可以说中国的6代机将能真正达成网络一体作战能力。就像美媒说过的，中国在6代机的技术研发上一直秉承的是主流观念，把目前能做到的技术都直接做到极致。所以中国的6代机必然是拥有最佳隐形能力、空气动力学、军备、航空电子等信息化手段。所以美国在6代机的竞争中，在没有把握超越中国的时候，宁愿改口说双方之间的理念不同，无法比较，也不愿意承认或许中国会比美国领先一步。特别是近些年，中国在很多技术上冒头冒的是相当的勤快，不少技术差距并不是很大，甚至有的差距干脆就是微乎其微，还有已经超越的可能。当然，作为航天大国的美国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很干脆的就透露出下一代空中优势的6代机已经试飞。虽然试飞的是个概念机，甚至没有透露出具体的功能，但是相比英国等其他国家还是个模型来说，速度确实很快。就美国空军发表的2030年空中优势报告来看，美国并没有打算按照常规模式来设计6代机，而是再次提出了不同的设想。就美国空军自己所说，将在6代机上建造最复杂的系统，并且使用大量的数字技术，形成一个专用的目的性比较强的战斗机。和我国6代机追求极致性能不一样的是，美国追求的是在不多花钱的情况下还能有优越的性能，所以使用的大概是已经成熟的技术搭配一些新技术。不过这样一来，美国的6代机或许就并不是那么令人期待，或许就算快人一步先行面试首飞，但是真正想要占据实力首位，或许还有悬念。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肆虐，经济危机下，各国矛盾也迅速激化，或是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，或是为了借机打击对手。国际形势在当前全球疫情背景下，无疑是十分紧张和危机的，而我国台海也自然成为了美国挑拨的重点地区。我国官媒参考消息报道，在此前我军出动战机巡航台海空域，在如今已经常态化备战巡航的当下，我军罕见的夜间巡航引起了不小的讨论，而台媒方面自然也是大做文章。不过在讨论倾向上，却与此前单纯无脑黑的乐观变得有些悲观了。根据参考消息的说法，这次夜间巡航台海的是2架歼16战机同时进行。歼16作为我军外形上参考苏30 MKK 歼轰炸机的一款自研多功能多用途战机，2013年才正式对外公开，搭载了主动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，具备优秀的对地对海打击，12吨的战斗荷载，可装备鹰击62和鹰击83空射对舰打击能力，明显强于美军同级别的 F-151战机。按照官方的说法，歼16战机的出现是我国空军走向攻防兼备转型的重要标志，也是我军体系化作战的重要体现。
而这一款重要的战机夜巡台海，也被外界看作是我军可以对应可能出现的作战环境进行实战化训练，而这也直接表现出了我军对此事态度的坚决程度。在相关海域以链带射震慑潜在的某些跳梁小丑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国台海网就在近日放出过一段视频，其中台海内资深媒体人李胜峰在近期节目中谈到了如今的局势问题。李胜峰认为，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过去大陆老一辈的人看台海叫宝岛，而如今大陆年轻人对台岛的印象顶多是个土地。现在你还动不动就在敏感话题上不停惊讶，他们对你是已经有感情的了。现在局势下，美国人必须要打这张牌。大陆这个时候对台出手，其实没有任何道德压力。实际上，也有网友表示，这个东西其实是消耗。岛内年轻人长期被洗脑，舆论轰炸的情况下，对大陆态度明显恶化。尤其是很多人对大陆的可谓肆无忌惮，可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道德压力这种事情，明就有一些不伤害大陆人民感情，再多的好感也会消失殆尽。现阶段来说，美国一直在尝试利用台海局势阻挠我国民族复兴的进程，而岛内却甘愿积极充当美国朝向大陆的一把利刃。这种情况下动手，与其说没有道德压力，不如说很多中国人甚至觉得很痛快。唯一的压力可能是尚未完成的复兴大业，一直不出手才是有道德压力呢。若中国断供稀土，那枚5代战机只能停产。但为何胡锡进却不希望中国打稀土这张牌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据《环球时报》援引英媒的报道称，中国这次对稀土出口的限制，无疑不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武器制造。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初，中国连续出台稀土出口政策。这些政策导致2020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已从2019年的46000吨减少到了35000吨。这一数字的变化使得美军目前最先进的战机 F-35其生产量也在缩减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稀土供应不足。若是中国彻底断供稀土的话，那未来美军的第5代机只能停产。事实上，5代机的停产都只是断供稀土后影响的一部分而已，因为美国制造业的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长期库存配件。新冠疫情的爆发已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的商品流通环节。目前全面复工的国家仅中国一个，再加上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减少，所以不仅仅是5代机，整个美国的高端军工制造业随时都要面临着耗空库存这一威胁。而在这一背景，除了美国之外，就连澳大利亚等国也闻到了异样。最近几个月里，囤积稀土库存的竞争可以说是愈演愈烈，促使商品价格飙升。当下除了中国以外，众多国家都在加紧稀土储备，并努力寻找除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，但这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。早在2019年，美国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稀土供应链，但至今几乎没有什么收获。而澳大利亚方面也开始动脑筋，澳稀土企业离子稀土又筹集到了1200万澳元资金，以加快乌干达的马库图项目。从美澳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了，他们除了稀土管理条例给他们带去的威胁，那么明明美澳已经感到了威胁，为何胡锡进却不希望中国打稀土这张牌，反对彻底断供此举呢？分析认为，尽管中国稀土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占据80%至90%的份额，处于绝对垄断的这么一个地位，但这一地位的获取是因为中国在产业链上的优势，其中包括了稀土的开采、生产和纯化这些过程的产业化，降低了稀土产品生产所需成本，使得国外稀土企业无利可图。如果当中国彻底断供后，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稀土公司将只能另起炉灶，生产出相应的产品，并形成产业化。所以说，胡锡进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